我是很常在不同的一些很极端的状况下，要维持自己可能看起来很表面的一个状态，去把事情做好。所以我体验了过了还蛮多真的对我来说很悲伤的时刻之后，我才有办法体会那种是真的非常非常快乐跟极致，或者是男友狗或者是很平凡的样子吧。现在状态是我觉得我有史以来最稳定的一个状态。为什么？因为我在做一件我很喜欢的事情，我也看得到这件事情它在往我觉得可行的方向去前进。我觉得身为一个创作者，身为一个表演者，然后还有一个 event organizer， 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关卡要过。那我觉得我知道有哪些可能的关卡存在，但是我也大概知道说我可以怎么样透过什么类型的努力跟尝试去破关。所以我觉得我走在一条终于觉得喜悦的事情上。我觉得我不只觉得喜悦，并且我可以想象着跟可以显化它成真的一条路。然后我觉得不简单，因为我觉得任何的创作者都不简单，但是它是一个，我觉得透过像是跟方的合作，我觉得我更看到这件事情是可行的。对，所以是一个蛮有趣的事情。之前呢？之前我从 Apple 离职的时候，其实蛮毅然决然的，就是一个我就是知道我在这里不快乐，就是我在这里不快乐，不是因为这个工作不好，而是他没有给我足够的挑战性，他没有让我觉得我在认真的活着。我很需要那种活着的感觉，就是生命力啊！我很喜欢把自己逼死，所以就是你就是工作狂。我觉得不只是工作狂我喜欢像我的咨商师，其实很常跟我说，他一直跟我说你要去做极限运动。他说你需要那种就是真的是已经走那种很极限的那种感觉，你才会觉得就是自己是很认真在活着。所以我觉得我很想要有这种冒险的感觉。然后离职之后就是发现说好爽哦，没有比我想象中的难很多呢。我要从头开始哇，对啊，那个从以前在科技公司上班的时候，我是 Uber 到处跑，就是一天可能会搭到4趟 Uber， 然后我现在是就连可能去哪里表演，我都是尽量搭公车。对，就是为什么？你觉得差别在哪呀？我觉得差别在我在离职之后有一段时间是我没有办法放掉以前的那种科技公司高薪的那种爽感，然后呢突然回归到一种就是我现在是一个表演者，然后在变装皇后的初期，在我全职做变装皇后，就是大概是去年左右的时间，去年跟前年的时间，其实我觉得还蛮拮据的，那种拮据是我还必须要 make it work。And we're on the way to make it work. So 他还有很多的努力的空间要去做。可是之前在 Apple 的时候带给你的爽感是来自于什么？钱。OK 就是那一种我极度安定的爽感。我觉得那个时候的爽感除了钱之外，就是一个我可以很常知道我自己名列前茅。就是你是被看见的，我是跟认可的。被看见吗？而是我觉得那个反而是一种小聪明，就是一个我对这份工作的掌握度已经高到我不用太逼迫自己。我是一个很喜欢用小聪明做事的人，Me too， 非常非常热爱小聪明，我能够不准备就不准备。所以呢，当我以前在 Apple 工作的时候，我很常会就是说，这个课纲我刚才看课前看个30分钟，我就知道怎么教了，因为我之前是 Apple 的讲师嘛，所以我就觉得说那对我来说很简单，我很享受那种就是我可以随时上阵，我还是做比大家都还要好的那样子的感觉。对，那变装皇后不是这回事，就变装皇后它是一个我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去努力，然后去刻意练习。我很要练习什么？要练习很多因为皇后的可以出现场域非常的多，像我们今年帮了一个西班牙的精品品牌做了他们内部的员工训练。那因为帮他们做内部我以变装皇后的身份，我那时候是像一颗翠玉白菜，我是以翠玉白菜的身份呢，帮这个非常厉害的精品品牌去做 corporate training 的时候，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去了解他们品牌的历史，我要怎么
么样在沟通跟表达的时候能够迅速的很能够融入他们的语言跟文化，同时让他们觉得变装皇后这件事情不突兀，同时又可以把整个氛围变得非常的好玩，因为他们想要找我一个非传统型的系列训练讲师，就是希望透过变装皇后让整个训练变得非常的有趣好玩，并且记忆点深刻。但感觉只是因为你还在这个领域找到你自己的节奏，但你找到节奏你应该又会像以前那个样子，什么东西塞给你你就能变出自己的样子。我觉得变装皇后我现在做的这件事情它有一个更不一样的地方，是因为我们无时无刻都在改变我们下一次要做的活动的企划，所以它跟以前的那样子的可预测性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因为举例来说，像是去年我们办了皇后大办桌，然后我们就在讨论说我们明年要做什么的时候呢，就方我经纪人他就说了一句说明年没有要办一样的很无聊就是做一样东西很无聊然后我有时候他是一个比我野心还要大的人，是的所以有的时候就是他在讲的时候我说是好OK， 然后我就突然意识到说OK， 那我要再 improve 我自己的技能跟能力值，我需要去学哪些东西，所以我觉得我在变装皇后这个过程当中我是持续在学习的，而且是一个越来越谦虚跟在看着不同的皇后的表演过程当中非常快乐的一个过程。你不觉得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真正带给你快乐的是来自于你一直在改变跟进步这件事吗？我觉得是。那你觉得为什么要有这么多改变跟进步？我是蛮好奇你怎么想这件事。我人可以就不改变也不进步，他其实也可以过得非常非常好。因为这个世界一直在转我觉得因为这个世界一直在改变，然后我觉得这个世界有太多好玩的东西可以去探索了，所以要是我们不改变跟不进步的话，那就会很无聊。我觉得我怕的是一个很深刻的无聊。我想要持续的能够玩出新的东西，然后可以持续去尝试新的事情。然后我想要看我自己可以跑多远。我很喜欢《海洋奇缘》里面有一句话，就是 How far I go， 就是我也很喜欢《海贼王》里面他说我要成为大海上最自由的男人。就是这些东西都是我觉得为了要达到我内心当中想要呈现的自由，我会希望我可以持续进步跟改变，让我自己有更多的可以玩的方式。那你是什么时候才发现自己喜欢这样子？我觉得我一直都发现跟一直都知道喜欢这样子的方式，可是我在那之前，我在之前的每一份工作我都觉得有一点格格不入。那个格格不入感觉是我一方面又很向往着要很好玩，但我觉得好像工作不应该要这么好玩，你知道吗？就是这个社会的标签，对，我就觉得说好像就是对，而且就觉得说好像必须要符合某一个类型，必须要符合某一个样子，然后工作它有一个既定的无聊吗？或是它有一个，因为它有一个规范在，对。然后我觉得我好像必须要符合那个规范，虽然我已经之前的工作已经非常的在大家眼中已经非常好玩了，可是我就很常还是会被他觉得我被他就是绑住了，我就觉得说我没有在做真的好玩的事情。因为你的灵魂就是来一直打破规则的。是吗？因为我那个时候在邀请你来的时候，在感受你这个人灵魂状态到底是为何成为了一个走到现在让你去成就这么庞大的议题。我会说变装皇后是一个很庞大的议题，是你正在做一件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明白在干嘛的事情，它需要花一点时间去，比如说你为何想做变装皇后，你的身份认同是什么，你在做这件事情又在创造什么，因为你在做不单单只是你的自我价值认同，你在做的事情是你要让所有人知道这件事情是很敞开跟被允许的。有能耐去做到有影响力的这个人，他其实过去都会发生非常多的有的没的狗屁倒灶的小事。我很喜欢狗屁倒灶这个词，对，真的是各种不同狗屁倒灶的小事。对，无论是你觉得可预测还不可预测，可是大部分发生在你生命当中都是蛮莫名其妙的，莫名其妙的失去，莫名其妙的迎接，再莫名其妙的必须得如何，然后再莫名其妙的我好像我紧抓的东西又不见了的这个路径一直在你生命中循环，然后你刚好走到一个你已经体验这个循环大概1,000,000回，你已经放弃要去纠结这件事情到底该如何的一个阶段。
你觉得你现在的状态是什么样子？我觉得我现在的状态就是我很想要看我到底下一步可以干嘛，可以做什么事情，然后应该是这样讲，我觉得我现在的状态是我前所未有的认真的在面对我自己的生活跟面对我自己。对，我觉得我是从来没有这么脚踏实地过。对，所以我觉得现在的状态对我来说是很有趣的。现在的脚踏实地是怎么个脚踏实地法？我觉得脚踏实地的很重要的一个根源在于说我有想要做到的事情，然后我在这个想要做到的事情当中，我大概可以就是大概知道说，很像我们在玩那个游戏当中的那个技能点嘛，对不对？那个最终技能是这个，那我这之间我就有几个地方我要按掉，了就可以到那里了。是。然后你现在就是在破小关，你知道有一个东西在等你，然后你在破这个小关。没错。那你在破小关的时候，你知道这个东西就很像是为什么我们的频道叫地球玩家，在整个宇宙的能量法则当中，除了地球还有很多个其他的星球，无论是天王星、海王星什么星，而且其实就连川普也在近期也证实了他们其实一直都有在跟外星人合作这件事情，所以外星人是存在的前提之下，就可以知道地球它只是一个符合人类生活的孕育生命的场域，而还有其他很多个场域正在被发生。那其他的场域有他们的游戏规则，地球也有地球的游戏规则，而地球有一个最好玩的游戏规则，就是我们身在一个三维的空间，所谓的三维的频率，你可以把它具象化是它是一个拥有二元对立的一个地方，所以这里有很多的情绪，开心、快乐、悲伤、自责，你会发现两股能量是被允许存在在这个空间的。可是你要怎么感觉到快乐？你觉得一个人是怎么感觉到快乐的？我刚刚想到很肤浅，我想说在喜欢的男人旁边我在那边我觉得好快乐。对，我是男友狗，我是I know 我是How do you know 看得出来，看得出来吗？你的依赖感对，我是在我喜欢的朋友，我会这样我觉得开心哦，然后我就整个人就是处在一种很软掉的状态，对，非常快乐的漂浮的状态。对，你知道一个人要体验快乐，所以他体验过悲伤呀。因为他知道悲伤是什么样子，所以才能够凸显快乐的情绪是什么样子。所以这个世界很公平，是你必须得要经历一些什么，你才知道这些东西的另外一个面长什么样子，你才可以从那一面感觉到力量。那我觉得我真的是体验过蛮多大喜大悲的状态。我会当兵装皇后，其实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我当时经历过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忧郁的状态。然后那时候忧郁的状态是你刚刚讲非常的对，就是我的确是在4年之间，我大概有10个家人跟朋友就是相继离开跟过世。对，然后包含说我人生第一个出柜的老师，第一个出柜的人类，就是我。不确定我跟哪些物种出柜过，但是我人生第一个出柜的那个人，他是我的国文老师，然后我就在那几年之间，国文老师离开，然后从小陪伴我到大的舅舅离开，然后那时候我印象很深刻，是因为突然真的觉得人生好无常，是我那时候有一个18岁的炮友，然后就是他也离开了，对，所以那个时候是真的是很 shock， 就是原来是会这么突然发生的无常到最难过是有一次我们在做一个很大的活动，在 Apple， 然后我妈就打电话过来，那我妈是一个非常爱什么事情都打电话过来给我的人看来也是个控制欲很强的妈咪她其实不是控制欲很强，她也是个很 panic 的人对，她是一个很容易 panic 的人，所以她打电话过来，可是她只要打电话过来，她的声音是异常冷静的时候，我就知道有事情发生了，然后跟我说我一个很重要的叔叔也离开了，对，然后转眼之间我就下一秒我就必须要投身到那个活动当中，对，所以我是很常在不同的一些很极端的状况下要维持自己可能看起来很表面的一个状态去把事情做好，所以我体验了过了还蛮多真的对我来说很悲伤的时刻之后，我才有办法体会那种是真的非常非常快乐跟极致，或者是男友狗或者是很平凡的样子吧。
对，就是才可以感觉到原来人生也，我觉得那个你的喜欢冒险也是来自于当你能够享受在平凡的当下的时候，其实会有那一颗你会想要把这个平凡散播出去的心念。我举个例子哦，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因为你经历过这些震荡，所以你才看见生活当下的美好，而你在做的事情就是创造震荡的事情。因为当你开放一个震荡的场域，让这些人进入到你的场域的时候，他们也会有经历他们的人生变化，最终他们也会回归到最渺小最安定的样子。其实你最终在做的是很有意义的事情耶。谢谢，是的，谢谢，没想到我在创造安定呢。你是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你会经历这么多事情。因为那些混乱都会让我们去看见安静的美好，就跟黑跟白的力量是同一股力量一样。我其实这样说其实是真蛮对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做活动会让人有一种，我觉得我很喜欢一个词新快感，就是那个欣喜的新快感，它是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像是去年大家在形容黄花大半桌，我最喜欢的一个形容词是有些人说我是谁，我在哪，我好快乐这到底是什么？然后有另外人说哦，好像拿到那个威利旺卡的那个金奖券，他去探险了一趟巧克力冒险工厂。对，但是在那个活动结束之后，其实我觉得像这种活动最需要的就是大家去沉淀，回去感受这件事情。然后那一周我最快乐的就是在整个活动结束之后，然后就是跟我的伙伴团队朋友或是 situationship 之类的，就是各种因为我现在处在一个因为我现在人生处在一个我不太确定我跟他是什么关系的关系当中。对，所以就是跟这位去聊我的活动的成就。对，然后我其实很大时间，我其实很多时候工作的成就是来自于我今天工作结束之后跟我的经纪人方或者是跟我很重要的朋友去聊这件事情。在这个聊的过程当中，我就突然觉得说我做了一件很棒的事情，而且我通常是需要聊完之后我才有办法感受的。因为你是一个输入很多的人，你的开关很开，你的感知力很强，所以你很敏感。可是当没有人去把这些敏感的结衣疏开来的时候，它的混乱会吞噬你，所以你在做一件很棒的事情。谢谢。就必须得要说出来，你才会自己把这些东西疏通。别人告诉你，你也不会听，你要自己疏通。我还想说那个人一定在他一定在翻白眼，因为的确我就是一个对我有时候我就突然转过来说你那时候讲的是对的，然后他就会白眼我说对，我就跟你讲过了是这样子。因为你就是需要自己经历一遍的人，你是一个很有力量的人，可是这个力量不能是别人告诉你的力量，是你就是摸爬滚打过，那个力量是最强。不见棺材不跳泪，不见黄河心不死，这个就是我标准的写照。没错，所以就是因为你是一个容器很大的一个角色，所以你在做的事情它非常的有影响力，可是这个要撑住这个影响力的那个底气是需要淬炼出来的，所以你过去所发生的生命经验真的都是在淬炼那一个很稳的底，所以你讲话有力量谢谢，你说话是有力量的。谢谢。对啊，所以有一种被 validate 的感觉。我来这个 podcast 是被完美，太快乐了。是的，你觉得你有对身边人发疯过吗？我其实蛮好奇这件事情。我指的发疯是我就是真的彻底的不在乎别人的眼光，我现在想干嘛就在干嘛。我觉得有也没有，我觉得我有点过于清醒。因为我觉得我过于清醒的原因是因为我我的不对，不能这样讲，因为我突然嘴软，是因为我刚刚讲说我喝酒也不会醉，然后没有，我喝酒的时候我会醉喝，我变得很有攻击性。对，为什么是攻击性？因为我对这个世界很多的事情，我很多的想法，我很多的，我觉得这个世界有很多我很期待它还可以变得更好的地方。然后很多的我的正义感跟我的那个很多的那种，我觉得有的时候是过于阳刚的特质，会在喝醉酒之后会呈现出来。对。那你知道通常喝醉呈现出来的性格就是你压抑很久的状态吗？ Oh my god，
你为什么会想要压抑阳刚的自己？我觉得我会想要压抑阳刚的自己，原因是因为我爸爸在喝醉酒之后，他就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人。OK， 对，然后我人生最 trauma 的事情就是他有一次喝醉，希望这个 podcast 永远不会流到我爸那边。对，应该说说出他的故事。没有，我觉得他有他的苦衷，他一定有他没有办法疏解的地方，但是他就是曾经拿着菜刀，就是在我家楼下追杀我妈。Oh my god！ 然后就是我还去敲，我那时候4岁，我还去敲隔壁邻居的门，跟他说，对，你可不可以帮我？对，然后我妈跟我爸就在警察一来的时候就没事啊，everything is fine，you know，this family's bad， 你知道就是对，所以然后但我当下我竟然也可以理解我爸妈的选择，对，虽然我就是事后回想就觉得他们应该早该离婚了，可是我爸因为有太多在喝酒之后是一个过于阳刚。过于攻击性，对，过于攻击性跟过于阳刚的状态，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在日常当中我很压抑那一块。对，他会有一个投射。你觉得阳刚对你而言是一个什么样的情绪？我觉得阳刚对我阳刚是一个我在这2年才开始慢慢拥抱的一个特质。然后回到刚刚讲的这自由好了，就是我没有意识到我为什么现在觉得很脚踏实地的原因是我没有意识到说原来自由后面其实伴随了很多的自律跟自爱。对，我一直以为自由就是某种程度的自暴自弃，you know， like 就是 I'm gonna fuck up everything， 你知道，就是我以前是这样子的，那是真发疯。然后后来发现说没有，它来自于很深的对自己的爱，对自己的自律。然后我也因为开始意识到这件事情，然后因为我现在身旁的一些很正面的一些人事物，所以我开始去健身。然后我其实一开始健身也是为了变装去健身的，因为看起来比较 fit。不是是因为那奶太重了，可是它是一个很实际的，对啊，护不住，然后背会腰酸背痛，所以我去练背，然后去练背了之后，发现说可以顺便练一下胸啊，可以顺便练一下2头3头，然后练一下就发现说，我在那个，然后约炮之前我会习惯跟对方视讯，对，就是我觉得一定要就是大家用交友软体一定那个期待有没有落差，没有，因为太多人的照片跟那个实际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视讯，然后我就突然意识到说，那个左上角的那个框框的那里面那个人，那是我，很帅，蛮好看，真好看。有没有到真好看？只是就是我也是真的就是在过去这大概是1年半之间，就2年的时间，我还突然意识到说，我喜欢我男生的时候的自己，然后我喜欢阳刚的自己，对，我开始去意识到说，我喜欢这个样子。然后简单来说，我觉得阳刚跟阴柔它其实是一个语言，我觉得它是一个语言，所以极致的阳刚就是极致的阴柔。对，像我很喜欢一句话是为母则强，我觉得就是为什么妈妈们能够在极端状况之下发展这么大的潜能跟能力，其实就是因为她就是那个保护欲，没错，就是哈利波特的妈妈叫什么名字？不知道对啊，叫什么名字呢？叫做我也忘了莉莉，叫莉莉啊，Lily 就是对嘛，下了世界上最强的保护咒就是爱嘛，所以其实我觉得阳刚阴柔它其实是一个很共融的一件事情。那因为变装皇后的这个工作关系，所以我更能够在这2个之间慢慢的去找到平衡，然后我也越来越喜欢2个状态的自己。你会把他们分开吗？还是你会让他们允许同时存在？我会让他们允许同时存在，可是因为长得太不一样了，所以举例来说，上礼拜我拍了一个形象照，对，然后那个形象照呢，我就是我现在再回去看的时候，我想说我怎么一整天都在嘟嘴，因为我做了指甲，然后就是画了很可爱的妆，然后就是独角兽的造型。我这辈子最喜欢的那个 mystical animal， 就是请问独角兽是在某个世界是存在的吗？它存在啊，我可以去吗？可以带我去吗？ Where can I go？ 我们是一个第几秒，我们立刻要去。对，我太喜欢独角兽了，所以那个造型，我就把自己变成一只独角兽，然后它是我有史以来第一次是我参与了整个造型的设计的过程，从
选衣服的布料到讨论每一个环节，通常有的时候我就是跟设计师、假发设计师说一个概念，然后我们就去执行嘛。那这次我是真的是参与到其中，然后衣服有大概1/3是我缝的。Oh my god！ 所以那个当下，我就是觉得我好可爱哦，我怎么可爱？然后我就是整个都是这样，然后呢，我在昨天刚好就是昨天我们在挑照片的时候，我就觉得啊。我好讨人厌啊！对，所以那个解离的状态是来自于说，因为真的长得太不一样了，所以我在进到那个情绪当中的时候，我就会非常的能够。那你的角色感很强你是一个很容易带入角色的人我需要一点引导。我觉得我需要一点引导，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我的工作来说，跟我合作的人非常的重要。然后我的工作来说，就是能够有理解我的人，就是哪怕是这个观众当中1个或2个理解我的人非常的重要。因为当他理解了之后，我就觉得说我就更能够进到这个情绪，跟进到这个氛围当中。这也是为什么化妆这件事情本身非常的累人，因为我其实就是花了2个小时到3个小时的时间。我要进到 Sandra 的宇宙观当中。那 Sandra 是一个什么样的宇宙观 ？Sandra 呢 ？Sandra 是一个大概41、42岁单亲妈妈，对，3个小孩，老公跟更年轻的亚裔女子跑了。OK， 为什么是这样子的那个带入安排？我觉得因为 Sandra 的这个角色原型很大来自于 Desperate Housewife 跟 Sex and City。为什么？我人生当中我一直都觉得女性是一种很 fabulous 的一种角色，但我真的觉得我看到了那种我好向往的那种女性角色的时候，是看到了 Samantha，是 Sex and City 的 Samantha，是看到了在欲望师奶里面的那个拉丁的那个妈妈，然后还就是各种这些角色，他让我觉得很帅，很做自己。可是因为他们的人种的关系跟我不一样，所以我没有办法做直接的代入。然后后来出现了一个人叫 Sandra Oh。Sandra Oh 的话呢，是实习医生格雷里面的那个 Christina Young，然后是 Killing Eve 里面的 Eve，她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女演员，非常的变色龙，所以在看着她的过程，我就突然意识到说，她的那个角色的样子，结合我过去所有看到的那些女性，然后再结合我在台湾土生土长看到的阿姨跟妈妈们，把它结合在一起，变成了一个 Sandra。所以 Sandra 从来不是一个年轻女性的一个角色，她是一个尝试想要装年轻的阿姨。对。那你觉得，如果现在台湾的女性都可以长出这个样子，拥有这些元素，在她的生命当中会变成什么样？我觉得台湾会变世界强国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就是是说女性救台湾吗？我觉得就是好，就政治立场的部分，就我觉得蔡英文很棒啊，我们需要更多的，我们需要更多的就是这种很坚强的女性，然后跟很做自己的女性，很敢玩的女性，然后我希望所有的男生都拥抱自己的阴柔特质。我觉得很多的男性的各方的，不论是领导者、政治人物也好，他们假设能够把自己那个 insecurity 部分，因为我觉得很多的阳刚或者是很多的男性特质其实都来自于 insecurity， 来自不安全感，然后不安全感把它就是变得极致的放大。我假设觉得他们每个人都可以放掉这一部分的话，就是台湾会变很好玩。所以你其实间接就在做这件事情。我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变装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事情，然后这也是为什么我很喜欢我创造出来的这些变装的场域。以往变装皇后的很多的客群，很多的观众其实都是同志。我出来做皇后之后，其实我很多的观众会来参加我们活动的人，其实是很多的异性恋，或者是很多不同的我们所谓的更大的这一群台湾的这群人类们。那他们在看到变装皇后的时候，其实很多人不论是因为不确定这个样子到底是男生还是女生，或是不确定他眼前所见为何物，
所以他能够感觉到更多的解放跟自由的感觉。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很多的看我们表演的人，他会更间接的，他更敢去做自己。他的那个频率会被揪出来耶。我感受到的，因为我那时候去参加皇后大半桌的时候，我觉得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觉是，如果我们都可以去成为某一种样子，我想成为什么样子？因为我觉得在做变装的这个过程，其实它是带入到一个自己的身份认同，所以每一个人他都是不同面向自己。比如说我也有很男性的那一面，我也有很傲娇很撒娇，或者是说很阴柔的那一面，可是我没有任何机会可以让他们出来玩玩看。所以我那时候去参加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那如果我可以扮演我自己的其中面向，我想扮演谁？然后我后来就马上跳出一个画面是，我觉得我想要剃光头。就是法海行吗之类的，就是我蛮想要让自己假设成一个，我觉得光头对我而言，它是一个你不在乎我要做这件事情会来到一个我真的不在乎我好不好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连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我依然认同自己很美的那种自在轻盈放松，或者是它是一种很野放的感觉，我反而对它的投射是这个样子的。是因为你觉得社会对于女性创作者有一定的期待，或是有一定的 aesthetic 必须要去达成吗？我觉得对我来说有点像是为什么女生的某一个马上想到的是长发。就我觉得头发它是一个，会不会它其实也是一个对于女生很深的框架。那如果我把这个那么深的框架拉掉，我会变成什么样子？对啊，借我们戴啊送你所以这也是引发我去思考的一个点。所以参加这样子的活动跟你所创造的场域，它会让人家有很多的思考。刚刚我那时候其实很感动，你们在舞台上走台的时候，我整个人在哭我就觉得好感动。我觉得那种感动是你在允许大家打开这个可能性，用最平易近人的方式。因为玩心这件事情，它其实就像你以前觉得格格不入，是因为你觉得好像一个正式的场合不应该玩，可是玩反而才是让人家去打开自己，而不再是贴上标签的一个很重要的差别。所以打开玩乐，用玩乐的方式去带入所有的事情，反而会让别人有更深的思考。我觉得这也是我现在在前面在我们在录之前，你有提到信任这件事情嘛？我觉得我现在也在信任自己可以放手去玩这件事。对，因为我觉得我常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我还是会我觉得我太政治正确了。就是政治正确到我有时候会忘记要去玩。就像我们昨天刚好在讨论比较市侩的议题，我们昨天在讨论到团购这件事情。对。然后呢，我就在团购的一些影片当中，我还会说大家理性消费啊，或什么的。然后经纪人就跟我说：“那你喜不喜欢这个产品嘛？”我说：“喜欢啊，不然干嘛团购？团购那么累，团购一点意义都没有，好不好？团购超累的，团购就是你要一直去推，对啊。然后就说干嘛？我就接个业配就好了，我干嘛接团购？可是重点是我真的很喜欢这个东西，尤其是我们会接的一些团购都是我们就是用很久，因为就是道德观很强嘛，我必须要确保我在这个世界上推广这个东西是真的 I really love it。然后那你这么爱它，你干嘛不认真推？不是认真推，你干嘛不放手去推？我突然是到说对耶，我为什么不放手去自在这件事情？我很常会在表演的时候，或者在某些事情的时候，我就觉得说不行，我还是有一些我要确保consent， 我要确保大家舒服。我在确保各种不同的事情的时候，我反而会没有办法玩得那么开。对，所以我也在学习说，那我要信任自己，因为我带着一个很善良的心情去做这件事情。我要信任我自己，我在玩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可以玩得很随心所欲而不逾矩。
Hello， 大家！很多人在问说，我们接下来苗苗要带大家去哪里玩？在今年年底之前呢，我们会分别在不同的海外跟国内带大家玩不同的事情。首先，我们在9月14号到20号的时候，要带大家去尼泊尔颂钵旅修，而且我们在这一次的颂钵旅修里面特别加开了名额。然后呢，我们在今年的最后一场台湾的实体课程也即将发生在我们的南部跟中部。11月的7号、8号在高雄会开设12脉轮课程，11月14、15号会在台南开与高我连接的课程，11月18、19会在台中开金钱丰盛灵气。然后呢，我们在12月做了一个非常巨大的突破，就是我们打算要把市集、论坛、工作坊、艺术文化全部集结成一个叫做 Login 地球玩家共创文化季的一个大型活动，会发生在12月11、12、13号。所以希望大家把这3天留下来，我们一起在年底的时候有一个很开心的派对，跟我们一起参加 Login 地球玩家共创文化季。今年最后一场的活动我们会办在清迈，我们会在12月的27号到1月2号的时候办一场跨年的艺术 retreat。 而这次为什么是艺术 retreat 呢？是因为我们会邀请大家去探索自己身体的艺术，透过融入当地的美，我们会设计一场新生命的诞生，去跨越一个新的版本的自己。这就是我们接下来下半年年底的所有活动。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请上我们的官方网站报名，在上面有非常详细的资讯，如果有任何问题请你询问我们的客服，我们都会尽快的回答你。期待下半年跟大家一起玩，那我们接下来继续聆听我的 podcast。 我觉得这跟自我价值跟完美主义它是某种程度是连接在一起的，因为当你真的比如说翠玉白菜这个形象是你亲手打造的，这个头发的形象，这个衣服要怎么样怎么样，当有人跟你说这是你做的吗？不是，我请人做的。对对对，因为你参与过整个过程，你知道那个过程是如何发生的，所以那个底气会带给你自在安定的感受，因为你知道这些东西它从无到有的过程，你是参与这些创造的，所以你会有一个很深的信任感，你就知道 OK，这全部的 concept 就是我自己想的，但是我找别人做的，所以就算有人质疑你的时候，其实你根本不会觉得被质疑，某种程度是这样的。是，可是当有些东西它并不是长这个样子的时候，你就会想要尽可能的满足所有不被质疑的安全感。所以我觉得那一些用力过头，就是你想要满足那些元素。可是有没有可能是你不满足，就算有人质疑你也没关系呢？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子就是变装好像一直在鼓励大家不要害怕别人的眼光，可是其实我在某种程度上面我也会害怕别人的眼光。所以在成为大海上最自由的男人的路上，其实还是有一些关卡要去克服的。你会对观众或者说对于台下的人强调不要害怕别人的眼光，然后也期待自己应该就要100%的成为那个样子吗？我觉得不会我觉得人一定要摆荡我觉得要摆荡跟反复的自我质疑，跟就是在不同的状况经历，就像你前面讲到，就是我们要感受到喜悦，其实就要先感受到悲伤。我觉得你也必须要先对自己有所怀疑跟质疑，然后在思考跟辩证之后去找到一个双赢共赢，所有人都能够舒服的一个状态。我觉得它需要很大的刻意练习也好，然后勇于尝试也好，它需要很多的时间。你会在方面前展现你的混乱吗？就你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太长了是不是？很长啊，对啊。然后身边的人也是，你也能够知道，你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你不知道该怎么做就不知道该怎么做，还是会有一个盯的状态啊。我觉得我在学习，我觉得我在跟方合作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越来越学习知道说，当我混乱的时候就赶快往外求救。当我在不知道我要做什么，当我很躁的时候，我就赶快去往外求救。然后我卡住的时候绝对不要卡着，然后在那边就是内耗，然后就是觉得说啊，我卡着，我很对不起大家，我很对不起自己，我很对不起什么什么什么，那我就直接讨论出来。对，我在学习一个怎么样把自己交出去。你知道我喜欢一句话，他们就说与其内耗你还不如外耗。真的是对啊，一言不合直接发疯。我不知道，我就不知道怎么做。就跟大家聊啊，对啊，所以我对方或是我对我身旁的一些很重要的朋友，我是很敢于呈现混乱的，有点过于敢于呈现混乱了。但是就会从这个极端值再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值，最后会找到自己的节奏。我觉得这是很美的事情。我也很常跟我的学生讲说，
我就说人类最有趣的地方就是所有我们以为要解决的混乱都是我们自己制造的，可是就是因为这一些混乱才会让我们成为地球人这么的开心。哇，我是洛基耶，我是创造混乱之王耶。但是你也会自己解决混乱吧？邀请大家有史以来最多话外音的那个人类就在那边呢。各位跟大家介绍，那位是我的经纪人方，他是一个不会露脸的人类。对，他在旁边各种白眼。对，我蛮常制造混乱，然后然后先混乱别人一轮之后，然后再尝试解决它。对。那为什么你有没有想过，就是也许这些混乱搞不好你根本就可以解决？其实真的很多时候我那种脾气很躁啊，或者是我很多500个点子不知道要先选哪一个的时候啊，其实真的就是静下来，刻意逼自己静下来就可以慢慢的去梳理它。所以这也是你近期一直在去练习刻意静心的原因吧？对，这也是其实我这一年我觉得最快乐的一个成长就是在以前我真的会躁到就是整个人会那种就是 panic attack 的那种状态，然后我就开始去学习说呼吸法啊，怎么样的去刻意的去让自己静下来啊，有什么可以让自己活得更有就是修行。不是，我不确定底气现在是之语吗？底气是之语吗？底气不是吧？有一个底气，不是哈 ，OK， 所以我们这个你看又在政治正确了，不行，我就讲之语怎么样？奇怪了，我的词汇量就是有限呐。对，这个词海打开，我一半字都不认识，奇怪。对，底气就是。就学习了很多，就是让自己更有底气的方式，然后就这个过程是真的很有效的，对我自己帮助很有大的。好有趣哦！为什么我抓到你的政治正确了？你觉得如果真的被别人讲，觉得说你讲之语对你而言是什么样的感受？所以你会有意识的想要刻意去讲真话，我就说我本人就这么的台派了，你到底要我怎样？我就是不知道这个词要怎么用，不然你帮我找一个更好的词啊！对呀，奇怪，但你还是会想要稍微收一下的原因是什么？还是会想要稍微收一下，原因就是觉得说我想要捍卫的台湾价值在，然后因为我想要捍卫的台湾价值，所以虽然我内心其实会很常常觉得说这个词就真的大家现在都在用，比如说我每一次我之前在讲。常常会觉得说底层逻辑这个词，其实它的这个词源是很有概念，它是很有逻辑性的。对。可是我在某一段时间，我就一直逼自己说，底层逻辑我一定要讲核心知识，我一定要把它改成那个非之语的状态。可是我觉得这个词其实是很棒的，它底层逻辑的这个词的运用比核心知识还要再更精确，才要再更精确一点点。我会觉得说完蛋，我要用哪个词？我是真的很相信台湾价值，我要怎么样让？所以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有点像是在刻意的在证明自己啦。我觉得很有趣。我觉得可以稍微聊有关于我们在守护的一件事情放入了过多的执念，它其实会变成一种让这件事情反方向走的一个概念。我举一个例子你知道什么战争会发生吗 ？Oh my god, tell me， 资源不足吗？好有趣的事情就是，当一群人过度的想要提倡和平的时候，战争就会被创造。这个时候就要像日本节目一样，好，我来讲为什么。因为呢，就像我刚刚讲的，这整个地球3维的这个空间里面有一个不变的运作原理，就是能量守恒定律。这个宇宙间也是，所以能量它不会变，但是会转移。好，我们以这个的概念去看今天战争它也许代表着冲突，可是很多人觉得解决冲突的方式是要创造和平，对吧？可是如果这个地球它变得都是和平的，你反而会不珍惜和平，就会战争又会同时又要出现。所以能量守恒定律就是2股能量它必须得要允许被存在。那所以要如何让战争不发生，比如说台湾的战争不发生，就是不要过度的追求独立，不要过度的追求和平。
这是一个思维概念，可以让你去感受。回到我们现实生活也是，很多人其实会很极度的快乐，就是因为他极度的排斥不快乐存在在他的生命当中。可是当你允许这两股能量都在你身体的时候，然后你用观察跟淡然的方式去看的时候，你根本不会发现到原来我今天很快乐，或者原来我今天不快乐，然后你就不会过度的创造任何一种能量出来。好有趣哦！这个其实是我还蛮有共鸣的一件事情。我发现我在变装以外的生活，其实过得越来越恬静而自然。就是定静安虑得，虽然他一定会白眼，可是我自己觉得我在你是相对以前来说，我觉得我比以前更定静安虑得，然后我也更享受平凡、舒服、简单的生活。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有趣的，就是因为变装所需要花的能量非常非常的大，我需要给大家可能很多的快乐也好，或给大家很大的情绪也好，所以我反而在平常或是在化妆时，或是在整个准备的过程当中，我其实反而是非常平静的。对，我就会播绿度母星咒Lo-fi 版本我很喜欢还是黄慧英真的OK 我有很多黄慧英的歌。所以当你能够淡然的看待很多身边的事情的时候，代表说你已经整合完这两股能量，来到一个平衡的状态了。我觉得这也可以跟听众讲，就是你心中如果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念、强烈的能量，无论是我希望我是一个快乐的人，或者我希望我是一个平静的人，或者我希望我是一个有成就的人，它其实都有另外一股能量，你正在平衡。也要去看见它。而当我们看不见这些情绪的时候，这就是所谓的定。就像是和尚不会跟你说我今天很开心，因为他已经在开心中了。鱼不会知道水海是什么，因为他就身在其中。他对这个世界不会有那么多的抱负、感受、想法。这个时候好适合敲一下对，所以我觉得你现在就是每一个，如果你问我说你的人生下一个阶段，还有我的人生下一个阶段会走去哪里，我真的觉得有一天我就会隐居山林，然后享受这个安定感，然后生活的外界刺激，我会用观看的，去看见这些刺激，但我活在心中的安定里，那个就是我最大的冒险场域，咻咻咻，蹦蹦蹦，感受这些东西。哇我觉得你有一天也会修行啦，就是去山上躲起来，然后就是与世隔绝。我一直觉得我还没有那个，你知道我以前做梦会梦到我觉得我是在这方面蛮迂腐，就是我说会做梦梦到我是皇帝然后就是那你在干嘛？在享受后宫我就是那种后宫乱卷的人，而且呢，我的梦呢都非常的，就是非常的符合我自己的状态，所以就是都是一群各种男人，你知道吗？就是后宫佳丽3000，我最喜欢的一个角色是武则天。为什么？因为武则天的那个后宫非常的精彩啊。武则天的那个男宠很多，而且史书上有记载，他们还有记载他们的尺寸哦。Oh my god！ 呀，武则天活得很前面，OK， 而且她是唯一的一个女皇帝，所以我就常会带入，就是我也想要当武则天，所以会修行吗？有可能会，但我觉得我可以先享受完就会了，因为对，我觉得最重其实你现在看那些外面的和尚修行人，他们以前都玩得很疯，真的，你因为欲望这些东西是人类的天性，是你体验过欲望才会知道欲望是什么，你才不会追求欲望。可是通常我们会追求一件事情，所以他没体验过，所以他追求。很棒哎，好，我期待我哪一天真的会去修行的那一天。对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期待的事情。对啊，因为我觉得Who knows？ Who knows 真的是 Who knows？ 对，但是人生还有很长漫长的路要走。是。那你觉得你接下来在变装皇后上有没有什么想跟大家分享的，或者在你的生命旅程当中，或者是各种你有没有想对观众说的话？我觉得以变装皇后这件事情来说吧，我觉得变装皇后是一个会消失的产业。
然后消失不是一件坏事，因为当每一个人都能够很放松自在的做自己的时候，就不需要有人去 push the boundaries。 Yes， 这是我刚刚说的安定。对，就是原来我们在讲的是同一件事情。是我们的语言模组可能不太一样，但是呢对，当你真的都活出轻松自在自己的时候，你根本不需要有人告诉你说你可以怎么做。对啊，因为我们其实我们在做的事情就是持续去挑战那个边界嘛，去 push 大家的那个的美感或者是感受也好，然后大家就久而久之就觉得说，那我今天出门多穿一点颜色，我今天多带一点首饰，垫肩垫高一点，那都没有关系啊，因为它就是一件很棒，你就做自己就好了。所以当变装皇后这件事情我们已经 push 到一个极致的时候，它其实应该是要消失的。然后我很期待看到每一个人都能够很放松、快乐、自在的在做自己的那一天。那你知道最棒的事情是什么吗？就我有生之年这件事应该是达不成的，所以我的工作应该还会在。然后我觉得我在这个世界有一个就是乐观又悲观的一种想法啦。我觉得就是 in the end eventually it will be there. But it will take a while. And I will still enjoy the while. 因为那个 while 就是我大概还可以做很多事情的地方，我还有很多可以玩的地方。没错没错。你觉得假设今天所有人他都很安定做自己，然后都可以很自在的时候，会不会他其实对于这个社会的追求也会松开？对，就会变无聊，所以那个时候大家人类就会找新的烦恼来烦恼了。那你觉得那会是什么烦恼？哇，我们可以接通另外一个宇宙的你觉得嘞？你觉得会是什么样的烦恼？你听过亚特兰提斯帝国吗？我听过。你听过？那亚特兰提斯帝国它其实就是一个非常会跟大自然环境合作的一个帝国，因为他们已经对于他们回归所有事情的本源其实就是万物生长于源头来自于土地、大树、风水、土火这4大元素，所以他们开始跟这4大元素合作。所以他们没有工作这件事情，可是他们每天在想跟在做的生活形态，它是一个亚特兰提斯帝国，它是一个时期，然后人们在那个时期有他们的社会运作方式，然后跟现在的这个地球社会运作方式不太一样。那他们的运作方式呢，就是用交换的方式去生活，比如说他还是会有头发，是，他还是要吃饭，是，可是我们的交易方式叫做能量交换。比如说我需要剪头发的时候，我用一盘菜跟你换，它回到一个很原生的以物易物。当以物易物被发生的时候，欲望会减少，那欲望减少，它就会纯粹的做创作，所以他每天都在想办法怎么跟这个万物创作。所以他们所有的建筑物都是绿能做的，然后所有的建筑物外面都是在种，你看比如说我们现在对面看到的这个房子，它就是用草做的，用很多的植物搭建做起来的，因为他们就是用行光合作用的方式提供我们能源，类似这种啦，他就开始跟万物合作，就不会消耗万物的这个方式，你可以去感受那个画面感，它就变成完全不一样的概念。然后包括书也是，你知道在那个帝国他们怎么阅读书的吗？因为水晶它有能量吸收的能力，所以我只要把我想说的话、想说的故事用意念注入在这个水晶里面，我把水晶给你，你只要握住它，你就可以读取它的生命体验，想讲的东西都是靠意念合作，对，是没错。然后未来你有生之年看得到哇，是的，你有没有发现近几年很多事情都被加速的很快？对，所以如果现在的速度是10年前的10倍，那从明年开始会是20倍，后年是30倍。哇！所以它会是用超越倍数的增长率在加速的。哇！所以是一个值得期待的事情。蛮值得期待的，蛮好奇会发生什么事情的。当然会很好奇啊，有很多事情会发生，可是首先也要有很多东西被瓦解，所以最近会发生很多战争。就是因为他在瓦解一些东西，在考验人们到底想要走哪一个版本的路呀。是，我就很常跟我的那个亲密的朋友就是在跟他聊说，我觉得第3次世界大战要开始了，我觉得很常会有这样子的感觉。你的感觉是有原因的，但看我们要创造哪个版本。对啊，你想听更多吗？我想听更多，我觉得我好了，我今天来听故事啊，我今天是来听故事的。好，那我可以给你们看，2026年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年。是地球，我刚刚不是说地球很多个，就这个宇宙中很多个星球吗？
是有人在管这颗星球的。嗯哼，那个管我们叫做我们把它给它一个代号叫做星际总会。嗯哼，星际总会就看着地球应该长什么样子，它差不多该要蜕变了。然后今年就是他们在考验地球人愿不愿意蜕变的关键年。哦，对，那你就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教育部。他就是想要做一些改革，他就知道说这个台湾的这个教育体系需要做一些改革，就要改课纲了啊，对，类似这种。对，他就想说那我要改革成什么样子，如果他没有来到这个标准的话，我就要改课纲了。对，然后地球就是今年是最后一年的考验。对，然后那个课纲会变成什么样子呢？要么战争，第三次世界大战真的会发生，要么就是不发生了之后，所有事情都会加速，光速的加速，开始玩一种游戏叫做金融体系的瓦解。对，会是这个顺序。哇！如果战争没有被发生的话，金融体系就会瓦解。总而言之，这两件事情都是在动摇这些人类必须得清醒，知道这些都不是我们该身外之物，都不是我们要追求的。哇！2026年真的是好疯的一年，很疯啊，超疯的啊！所以会发生战争吗？我觉得交给整个集体意识吧。只要我们在做正念的事情，只要我们保持觉知觉察在生活，就不会发生。我们用艺术救地球呀，是啊。所以我觉得你在做的那些创造都超级无敌棒的。很开心，我们在做一些很棒的事情。反正在节目最后，你有没有想对大家说的话？我想要讲一些很市侩的。好，来，请说。节目最后的话呢，就是跟大家分享，因为去年有皇后大办桌嘛，对，你们今年还有，好赞哦。今年我们压力最大的事情呢，就是因为今年有县市长选举 ，Oh my god！ 然后今年都在11月发生是吗？县市长选举的话是11月28号 ，OK， 对，所以我们想要在11月的时候做，也是一个皇后大办桌，但是呢，这次叫做皇后大办桌造势晚会 ，OK， 对，我们想要把全民大闷锅的那样的形式，让皇后变成假想的候选人，然后呢，每一个人他们就是来做政治的表演，所以他们可能还是一样是对嘴歌曲，可是他今天他在这个元素当中，我们就会放入很多政治元素在里面，所以就很像是一个造势晚会，去让大家去体会到那种就是参加造势晚会的快乐。但是我们不属于特定的政党，我们就是单纯去用皇后这样子有趣跟好玩的方式，去大家去回头去看政治这件事情。然后再回头去看这件事情之后，我们希望可以提高大家的投票的意识，提高大家的参与，然后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大家也可以去关注我觉得台湾非常非常重要的议题啦，就是民主这件事情，大家一起去参与，一起去决定台湾的未来。我不用告诉你要特定去投哪一个政党，那我希望你要一起去参与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今年就打算要做皇后大办桌造势晚会。好棒哦！那我要跟大家分享，去了解政治对于人的重要性是什么，在能量层面，我这个东西可以讲。因为其实政治它代表着整个国家的集体意识的主导人，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希望我们未来的这个台湾它往哪个方向走，我们在投票的那一刻其实都是在聚集你的意念跟意识。你会发现，其实老实说，除了投票的那一阵子之外，其他时间大家是不在乎这个台湾在干嘛的就跟打棒球一样，有些人是一日棒球迷啊，就是打棒球那一刻才想要去了解棒球怎么打。为什么？因为人聚集在一起的力量很庞大，而且人有一个天性叫做我们就是人群动物，所以当我们感觉到人聚集的能量，你其实会有一种活着的感觉，会有一种源源不绝的生命力，因为人跟人之间产生连接跟共振。而台湾的民主投票这件事情，它正创造了支持每一个人的能量是敞开并且共振的。所以当我们让我们的心参与在这个投票的过程当中，其实会帮助你去那个台湾那个所谓的集体意识共振感，也会帮助你去思考你人生的发展走向意义，会让你对于自己生命打开一把火。
我觉得有点难理解，但是我听众应该能理解我在说什么样子的东西。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去加入就是参与这个集体共振，然后你也是创造的一部分。期待大家一起来玩。对呀，变装很好玩，这些东西都很好玩。是，因为我那时候去年参加的时候也觉得它打开了我心中的某一些东西。期待你今年剃光头来。Oh my god！这是一个怎么办？我心中有点兴奋。你可以来办横竖发。怎么办？我有点想做这件事情好疯哦！你可以扮成一位男性，真的，你可以当韩国瑜。我要带团队去玩，要在10月的什么时候？因为我们目前最近要赶快确认，因为我们现在在开始如火如荼在准备这件事情，所以刚刚讲说那个瞬间，我相信我们两个都是有一点压力在的，就是我们要赶快把这件事情准备好，但是应该会是在10月中，因为必须要在选举之前一段时间，让大家有时间去消化跟感受这件事情。好反正活动资讯出来的时候，我会贴在这个的活动资讯的底下，然后让大家分享。所以谢谢 Sandra 今天来玩，谢谢你，那我们就大家下期见喽，拜拜，拜拜，好可爱，谢谢你来玩，谢谢，哇，好开心可以跟你聊天哦，是个很不一样的 podcast 的体验呢。真的吗？OK， 还有什么要调整的吗？没有，就只是外面声音，那个工作声音这样。可以小声一点吗？谢谢。他们听到了。10分钟后就小声，谢谢。很好。通常这样子会有用吗？你说他不？这个改变太难了。